快乐地向你报告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你好，我是现场记者明珠，今天要来为你报告的主题是情绪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情绪从何而来。你想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心智引导你的行动和情绪，感觉和情绪就像大海上的波浪，没有深度。心智创造了想法，想法创造了情绪，情绪创造了欲望，欲望又创造了对象和行为。你有情绪没问题，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毕竟在1秒钟内，你的智力会释放出1000个想法。智力释放出很多念头，但只有少数念头会变成情绪，不是全部哦。现在让我们来认识情绪的功能。我们需要愤怒和所有的情绪来充分参与生活。我们的情绪使我们成为完整的人，又同时保持诚实。我们的情绪告诉我们，帮助我们识别隐藏的阴影。当我们把情绪摆在第一位，那会带来什么后遗症呢？如果你的情绪是第一位，你永远不会快乐，你永远不会享受生活。任何通过情绪来处理生活的人，无论他是百万富翁还是穷人，保证不会开心。情绪是很重要的，就像生命是重要的一样。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，但我们的情绪会变成骚动。当情绪变成骚动时，你就进入了一个危险地带，因为骚动会产生一种模式，然后模式开始支配你的生活。情绪非常重要，但如果你执着地把情绪当成现实，你什么错误都做得出来。当情绪指引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是在为我们服务。可是当我们被我们的情绪所控制的时候，它会摧毁我们。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把自己从情绪中解救出来。当我们不能把自己从情绪中解救出来时，我们是无法应用自己的直觉的，这样就无法意识到未来。情绪、感受、欲望、骚动、假我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身份。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就失去了影响力，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。有规定我们必须受苦吗？没有。如果我们有情绪，我们又抓住我们的情绪，就会受苦。但是如果我们不使用我们的情绪，而是使用我们的灵性，我们就不会受苦。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感官系统和我们基本的天使特性。我们对环境做出反应，并情绪化的行动。我们试图用情绪和感觉来操纵，而不是投射来自我们灵魂的影响。我们不信任也不依赖我们内在的天使。如果我们开始只用情绪和感受处理，而不是用我们的心和自我，我们将是一个悲剧。用心工作意味着用你的感觉和情绪来引导你，找到你的灵性存在感。现在让我们来报告，我们要压抑我们的情绪吗？压抑情绪会增加愤怒，并导致疾病。我们不可能绕过我们人类的情绪，也就是关闭我们的下三轮，然后只在上三轮幸福地漂浮出我们的身体。我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力量来应对生活和生活的挑战。我们有品德力量、精神力量、情绪的力量和身体的力量。
所有这些力量是互相连接的。当我们经历愤怒、挫折和责备的感觉时，我们就阻塞了那力量的流动。我们或许无法改变周遭所发生的情况，但可以学习自己反应的方式，不是压抑，或是扼杀自身的反应，或是否认自己的情绪，而是发展我们本身坚定不动摇的内在力量。我们不必受情绪所支配，我们可以开始认清，我们的情绪不等于我们，我们的情绪也不是我们的身份。为了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通常向外伸手抓取东西，或向内引起情绪和强烈的感情。如果我们用挖掘我们灵魂的深层力量来取代时，我们就能实现成就。我们激情的强大潮流转化为慈悲心、承诺和喜悦。现在让我们来报告情绪补偿。我们的一生中做错了多少事，又有多少事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情绪补偿。因为我们不肯面对，不愿改正，我们选择用情绪补偿的方式来处理。情绪补偿是你最大的敌人。当你开始在情绪上补偿自己时，你的智力、你的成长、宽度、高度、态度都将消失，就像一个喝醉的酒鬼。情绪补偿是一个人真实心理的状态，通过这种心态，他的能力被潜意识引导。人的一切都放在潜意识里，所以当你把一切都放在潜意识里时，潜意识会选择某些区域，然后开始引导你。那些被潜意识引导的人永远不会聪明。句点。情绪补偿会让你一直孤单，因为情绪补偿会滋养假我，它不会提升你的精神、你的灵性，那是最糟糕的部分。伴随情绪补偿而来的是心理补偿、社会补偿、个人补偿和创造性的补偿，它会带你穿越地狱，这样你还有机会成为你吗？现在让我们来报告如何掌控情绪。情绪可以有两个选择，它要么变成奉献，要么变成骚动。如果它变成奉献，进入潜意识，就不会有痛苦，没有悲伤，没有不容易做的牺牲。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很满意，他的世界是他自己的，他的目的地是他自己的，他一定会成功，那是奉献的部分。但是情绪变成骚动并进入潜意识心智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然后你就有一种模式，生活的方式，然后这个模式将支配你。这些骚动成为我们的模式，我们称之为习惯。首先我们养成习惯，然后习惯造就我们。几乎没有人是没有习惯的，而且很难打破习惯。如果有一个错误的习惯，你就会有很多麻烦，生活变得不快乐。当我们的磁场很强和很弱的时候，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不同的。当我们的磁场弱的时候，情绪会显得如此重要和真实，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它们分开或引导，我们会受制于它们。当我们的光环很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表达情绪或引导情绪，我们可以选择和某人建立联系或切断他们的影响。我们不必摆脱情绪，我们也可以没有情绪，我们可以只是看着他们，让情绪来，让情绪去，来了就会去。证明你还活着的不是情绪。找出答案的方法是检查你的鼻子，如果呼吸进出，那么你就是活着。
现在我们介绍情绪和呼吸有什么关系？呼吸和它的运动与所有的情绪和念头的移动有关。呼吸调节着情绪的质量，呼吸与我们的情绪和新陈代谢的状态有关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胸腔没有足够的横向运动是很常见的，这会导致轻微的能量流动阻塞，并可能导致情绪的停滞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所谓的活着，只是呼吸不断进出的震动。只要放慢呼吸，智力就会立即停止念头。念头波的连接停止的那一刻，我们就不会感知到情绪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只要意识到呼吸。通常我们每1分钟呼吸15次。当我们情绪化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，将呼吸频率降低到每分钟4次。这意味着深长慢的呼吸。无论情况如何，只要3分钟，你就能冷静下来，你就可以间接地控制你的心智，让它从令人讨厌的行为中减慢速度。现在让我们来报告，冥想对情绪有什么好处？我们每眨1次眼睛，就有1000个念头，数以百万计的念头，从中一些会变成感觉，然后感觉变成了情绪，然后情绪又变成了欲望，这是一个持续的循环。当意识充满念头和欲望时，它就会开始从潜意识中卸载，然后你就会做噩梦，那你就什么也不是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空间，所以我们冥想。对你来说，一切都是情绪、感觉，但还有一个超越感觉、情绪、神经质和欲望的世界，那是一个自由的世界。那是人类体验狂喜的地方，在冥想中发展我们的第6感，然后情绪就会为我们服务。在冥想的时候，关注鼻尖，然后眼睛1/10张开，这样子你就会自动的获得这种第6感，然后情绪就会为你服务。如果你冥想在叶球中心，也就是我们下巴的中心点，你将控制你所有的情绪。有关情绪的瑜伽快报，我们就为你报告到这里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